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柠檬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蜜水柠檬联合赞助播出。蜜水柠檬汽水够气爽够新鲜，每周3、周4 12点，会员抢先加入4亿追爱之旅。上微博参与喜欢你我也是话题讨论，分享你的恋爱观点。上微博参与喜欢你我也是五观后感征集活动，你的博文有机会被翻牌哦。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各位好，愿每一句喜欢你都能等来。我也是。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爱奇艺青年社交观察恋爱燃总喜欢你我也是的第5季。我们第5季的主题叫做4亿季。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每次好像都有很多的标签或者是包袱，束缚着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一季里面，我们要的主题就是大家都跟着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而不需要管任何的约束，跟随内心的感受，用心爱4亿爱。来介绍一下我们本季4亿家族的各位朋友。首先，赛琳娜小姐。耶，嗨，双光老师，大家好。4亿爱就是遵从自己当下的感受，不管不顾的去爱。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奕。4亿爱就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人生的最佳状态就是有为自己撑腰的底气。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欣宁。4亿爱，狠狠爱才不会后悔。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娜。在我眼里呢，4亿爱就是敢爱。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宇。我的4亿宣言是无惧伤害，4亿爱。还有我们在这一期里面，我们专门请到了一位微表情观察的心理老师，让我们欢迎一下木春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心理师木春，我会在这一季当中为大家提供一些心理学客观角度的一些见解，帮助大家一起分析。我们在正式录制之前呢，其实也已经给我们各位嘉宾布置了小小的任务，给了大家一幅涂色的画。是的，然后呢，让大家任意在你喜欢的位置上，用你自己喜欢的颜色来进行一些涂色和表达。然后呢，我们就想请我们每一位嘉宾来展示一下这幅画里面你涂的那部分，你为什么选择了那部分涂？你为什么涂那样的颜色？黄奕涂的是9星糖，因为我觉得恋爱就是上头微醺的感觉，所以呢，它应该是5颜6色的，就是你要把这个感觉保持的久一点，然后爱情就会也跟着走得远一点。来，谢宁。我是这个榴莲糖。榴莲，然后因为我是觉得榴莲的味道是冲的，我希望爱情是那种强烈，然后又后劲儿十足的那种感觉。你看黄奕涂的是绚烂，然后谢宁呢很淡。你知道我为什么有那么多颜色吗？因为一谈恋爱，我的内心戏就十足，你知道吗？表面就是还是蛮平静的。在心中上演大片。对，我1颗糖没画，我画了中间这颗月亮。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想象当中的爱情，它是发生在美好的晚上的。我觉得晚上是很浪漫的，而且如果你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好像看什么都是冒着粉红色的泡泡的，所以我画了这个粉色的月亮。我们官方微博已经把填色图的画板都已经提供了出来，有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填色。其实每个人用色彩表达都是一种情绪表达，是对的。这是我们的第5季了嘛？这季之所以叫4亿季，因为现在就是叫社会时钟和人生时钟这种叫法。所谓的社会时钟呢，其实就是一种理想型的圈定。这种理想型圈定就是你到了几岁你就该干嘛了，该谈恋爱了，该生小孩了。所以我们这次所说的这个4亿，其实一个大概的意思就是大家大可不必被这些东西框死，对不对，木春啊？对，社会时钟它其实起源于我们的社会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
它是在1976年被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纽加藤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它其实形容的就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是一个集体嘛，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环境当中会产生集体趋同心理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关于你人生时钟的这样的一些标准。社会时钟其实在提醒你，一个人该干什么的时候就最好你就该干这个事儿了啊。但是呢，它有的时候又会变成刻板印象。咱们老说一到春节的时候，催婚、催嫁、催生等等，就所有的这些，其实它都来自于社会时钟的这个标准。我们在看别人谈恋爱之前，我们大概说一下自己的状态。Selina 现在状态很好，儿子1岁了，快1岁，还没。现在的就是很幸福的状态。对，因为他就是每天就是都在成长，就是最近才刚会爬，然后就开始爬得越来越快这样，所以每天看着他就像拆礼物一样，每天都是惊喜，每天都是惊喜。我现在就专心搞事业。那搞对象呢？单身很久了，所以才来这里磕糖嘛。如果突然来了一份感情，你不排斥？不排斥。心里面有那种设定吗？比我大，比我小？那倒没有，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挺广的。就是你收一下自己的，你看，挺广。谢宁什么样的现在？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感情对我来说是第三者啊，不是那第三者，就是我要过好我们俩的生活，事业优先。对，但是也不排斥谈恋爱。我们老说4亿啊，其实我们不要被生活的那个时间刻度束缚，有自己的想法就勇敢的表达，不要被观念困扰，这就是我们4亿最主要的主题。对。然后正式的再次欢迎各位开始我们喜欢你我也是第5季4亿季的旅程。各位，欢迎进入本期的4亿时间。杭州好美呀！听行李箱的声音。看起来就是帅。他好像空少啊。我觉得这个蛮帅的，长在我的审美上。啊！哇！不住规则。有人吗？有人吗？没有吧？没有人啊！有人吗？有人吗？没有人啊！没有人啊！好了，初次见面，谢。我已经去楼上第2回了。那要不然咱们俩再去看看。行。哎，我叫孙克杰，
孙克杰啊，你可以叫我 Jack 或小杰。Jack，OK， 孙克，我叫庄胜哲。庄胜哲，庄严的庄，丰盛的盛，哲学的哲，你可以叫我小庄。小庄。对，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感觉你好像我到你家里来玩那种感觉。你平常有做什么运动吗？我比较喜欢做健身啊，打球啥的。打什么球？篮球、高尔夫。哦，你要打篮球吗？我有打篮球。对。可以一起打球了，我们。我现在得知你是第3位，可以一起打球的。对，因为那天我们不是看那个人生时钟上，不是还有一个篮球姐姐？对。你是选了？我就选了篮球姐姐。你也选她吗？我没有。然后他也选了我，然后他就说有机会可以一起打球，所以你选的是另外一个，挺奇葩的那个名字，什么东北甜心。对，我对那个印象很深刻。我看到有行李，有人了。找人。他就坐在那边呢。就这样，如果打球你懂篮球的话，我喜欢的是团队，我不喜欢。对，就是一直去传导球，完了过后最后进行那种就是得分嘛，对那种感觉。好尴尬。可以。我们俩以后去彼此肯定一起打球是没问题的。对，有几个可能你都见过。走，咱们再去看看。我一开始很紧张，但跟你讲篮球，我就觉得你也知道。对，我懂那种感觉，大家2个人有一个共同爱好或者有个喜欢的东西，一下就能聊到一起。应该会正好碰到。哎，碰到了。Hello。你好。直接见面。你好。我叫林宗义，可以叫我米克。米克。对。米克、杰克、双克。双克。这3个人里面相对比较羞涩的，是米克。对。我带你上去看一看。OK。然后等会儿先说好，下一个人来的时候，你就得带着上去看了。行。你懂这意思吧？我们就接力，走。接力可以。来。这整的挺有意思啊。哎，你看，他把行李放在一起，眼里有活儿，挺细心的。你平常爱运动吗？我运动啊，我们俩都要打球。篮球吗？篮球。我以前老爱打。你那天看到那个篮球姐姐了吗？对，很少遇到爱运动的女孩，就选择去看，好奇嘛。好像杰克打得挺好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俩尽量争取跟姐姐一组，这样她至少不会，你知道吧？太过分，她至少会手下留情一点。我觉得小庄就是很会跟大家打成一片啊。我打断一下，就是女生如果会打篮球，是不是挺加分的？会吸引爱打篮球的男生，因为男性普遍大部分是用左脑思维的，看待事情会比较逻辑感一点。他容易被一些相同爱好的兴趣爱好这些人吸引，所以你会发现男生他周围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跟他有相同爱好的，但女生是左右脑交织着思维的，所以他不需要你跟他有多么相同的这种兴趣爱好，他只用你跟他共情就行。所以男女的这个思维是有逻辑差的。但是我自己啊，我实际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因为我工作关系，我经常就是男生可能刚开始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然后聊2句就发现一直在跟我聊球，最后是把你当成一起聊球的兄弟，就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你就也会有这个困扰吧？是吧？所以你说这个篮球双刃剑，是的，双刃剑。来，
头，真的很美，仙仙的。哇，好美！你穿上裙子更美。Hello。没看到。Hello。需要帮忙吗？可以吗？来吧。哇，帮着他拿行李，有点沉。哎，这有点沉啊。那边有拖鞋。好。在。还是排好了。我觉得可能有点洁癖。欢迎光临。哎，来了。Hello。新朋友。Hello。刚到，就你们下来，你们同时。鞋。好的，谢谢。那个，要不你们回避一下，因为我这个衣服有点容易。我拿雪糕。来吃冰淇淋。谢谢，就我一个女生吗？目前是。啊，你们都好高呀。哎，对，你也挺高的。你们吃过了？对，都吃过了。米克还没吃。面对到3个男生，我觉得他有一点点紧张。米克在今天晚上准备再多跑一点，现在再跑再吃。在减肥。哎呀，这背过去了。哎呀，害羞。然后我叫孙克杰，对，你可以叫我杰克、克杰、小杰都行。你是那个点儿。哪个点？就是那个人生线的那个点儿。对啊，这里有好几个都有点。你是找2个点还是3个点？哦，就是那个是一条线上只有1个点的那个吗？一条线上1个点那个好像是我。哦，那我不是，是他。哦。哇，这样的聊天真的是尴尬到要。我叫庄胜哲。好，你好。然后你可以叫我小庄。好。对，然后我叫做林宗义。好。你可以叫我米克啊。我叫于文，你们叫我小于就好。于文。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哎，我们那天是。对啊，我们2个，你穿的绿色衣服，而我穿的白色衣服。对，所以你知道当时我比的那个啥意思吗？不知道啊，我就是以为你在跳。那天我比的那个就是见到你，我很高兴。我以为他知道了，结果我不知道，所以我摆了个，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对，但我觉得你那个，你吃了还是拿一个这个吧。哦，那他蛮细心的。不是，因为我有洁癖。对你一直掉。不行，等一下，稍等一下。不行，这不行。哪里不行？压力。我现在吃东西，然后你就先要我这样接住，然后你转头就擦这个地上的东西。啊，对。主要说这个细节，它多了之后就有点让人感觉强迫症了。但是你那个画的雪糕就滴到地上了呀，那怎么办呢？难道我拿脚给它搓了吗？不是，你可以先看着，然后女生要踩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对，她可以默默的去做这件事，或者是不要这么大，超大动作。不是，因为我有洁癖。只差没有前滚翻都去擦那个地板，不行。这样可能女生会有那个女生尴尬啦。你看我把这个地板弄脏了，她会把这个细节放大化。你不是让女生也很尴尬？她因为强迫症后面会升级成控制欲，我觉得。我觉得她肯定是处女座。对，处女座应该是这样的吧？如果我看到，我可能会把它擦掉，因为我担心她踩到。其实她没有想那么多，她是下意识的去做的。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假设你的谈恋爱的对象他很关注细节，这是个加分项还是减分项？加分项。
你觉得是加分项？不是，我是说很难界定。比如说他多了吧，你觉得他强迫症、控制欲；你少了吧，你又觉得他有点缺心眼儿、马大哈。就我觉得是分情况，对，就是还得注意这个分寸感。分情况。但我也确实碰到过这种有洁癖的男生，然后你去他家里边，你都不知道该坐哪里。因为有可能你坐在这儿皱了，他会下意识的给你捋平。不会。所以刚才你看到人家搬行李又说人家好，现在看人家擦地又说不好。搬行李不是我说的好，是在琳达说的好。现在说他不好，是我说的不好。对你一直掉，我就得一直看。不好意思。那我以后也会注意点的。米克啊，换你了。行，OK。这个就是天台，好漂亮。哦，这个阳光好这地方足啊，特别大。我们刚约定好，就是谁来了，下一个要带下一个人逛。哦。然后他们说什么接力。那下一个就是我们俩呗。下一个该你了。啊，我吗？他说对啊。好的。哦，没事，一会儿我们一起跟着。他明显跟他说话比较轻松一点哦。哎，要去逛逛吗？可以啊。走吧，那我们去外面看一下吧。真的好漂亮。对。哦，这个地方，哦，这是投信哦。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5个人。钟毅，对，宇文，盛泽，接下来，我们等会儿等他一进来，我们4个人一起王景韵，然后大家就哇，对吧？对，哎呀，我觉得就这样，可以。我们先出去。对。那你发号1、2、3吧。好，我说实话，我进来之前没那么紧张，我现在心跳有点快了。1、2、3，欢迎光临。我感觉来了。好漂亮。好，3、2、1，欢迎光临王景韵。谢谢大家，欢迎光临。来，只有最后一个才有这样的福利啊！来，对，非常感谢。请，这边。谢谢大家。OK， 我们就圆满了，好，我们就到齐了，大家，耶！欢迎是让我有一点不知所措，然后觉得大家非常热情，感觉大家都特别友好，就一群人还帮我抬行李，欢迎我，还挺开心的。你以为他是很贴心吗？没有，他是行李要去行李该去的地方。哇哦，这个解读有意思。没有。自我介绍一下，我就叫王景韵，有人叫我小景，有人叫我景韵，有人叫我小韵，韵，哪个好听？小景吧，好不好？都可以。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他和我预想的性格和他的人都没什么区别，然后声音感觉跟我预想的也一样，就很聪明那种女生。当初我可能以为觉得小韵，就篮球姐姐，我可能会觉得她比较像妹妹，但其实今天她这个一开口，我没有觉得她像妹妹，其实我有点意外的。那我们先搬东西吧，我的箱子自己来就行。我也自己来。没事，来搬吧。哎呀，不好意思。来，我帮你。来，画面我来。一手一个啊，这么厉害。大家终于在小屋正式见面了，虽然彼此还不熟，但是眼神里面有期待。是啊，而且他们没有什么尴尬的感觉，都挺主动的。是，大家在一块儿的时候，必须要有人能够是活跃气氛的。而在我们的演播室，也有一位这样的成员。是谁呢？就是我们喜欢你，我也是的新朋友蜜水柠檬，因为它喝起来酸甜清爽，鲜如现泡。最能活跃我们的氛围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喝一个啊，干一个，干杯。
果然是精选地中海柠檬汁和进口蜂蜜用心调配的蜜水柠檬，真是特别好喝。而且很健康新鲜，喝起来没有负担哎。真的很好喝哎。那我们就先做饭了。好，请用你的拿手好菜开启愉快的下午生活。这样，那我去换一件做饭的衣服。 OK。哦，我也想换一件。哦，医生白。哎，医生白居然没换衣服哎。你在解冻啊？对，我在解冻。菜板在哪里啊？所以我才说大家先找一下。有垃圾桶吗？在你那下面可以帮我拿一下，不是在哪里？后面对。OK。开始指挥了，应该很要求完美吧？你看，谢谢。来。你们是不是有用到一些东西？因为它这有些要先退冰。这个是。不是，你看下面有什么锅具？你要用什么？你都看一下，就是不用我用什么。不管我用什么，你都看一下。不行耶，男生跟我这样讲话，我会飞踢耶。不是刀，你看一下。刀没看着。菜刀都没有吗？应该有吧。咱们找一下吧，就能找。居然没有吗？还有下面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刀。我感觉所有的刀都在这儿，但是这些刀都很小。我会用这个来切我的。这不是刀吗？是刀吗？啊，好笨啊！哦 ，sorry。sorry。小庄炒鸡蛋。对，我可以最后。对你最后，你拿个盘子吧。小韵，我要一个大的锅。余文，你记得加那个水哦，别加这个水。你们先用吧。我先切点葱姜蒜，好不好？冰箱里有个哈密瓜，我一会儿给大家切一下。但是我的木耳得先泡起。所以谁先做？开始反思一下。哎，咱们先分一下，不然这样很乱。谁要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切菜。我第一个先做饭了，因为我煮汤。那你先用你的小料吧。OK， 我来就好了。行，好。领导，我看这里有米。领导直接叫领导。你煮米饭行吗？你有需要我们分工的吗？你可以安排我们做事儿。对，我们是你的小弟。哦，好，你们帮我找锅具就行了。对，他确实挺像一个那种大哥那种感觉一样的，就在做事情啊，然后帮大家一起统筹一下。你的手机放在那里。OK， 我先放那下，好不好？我猜测他在工作或者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什么样的角色，他会去分配任务。到后面他就说：“你们吃饭都喜欢是属于做好就吃，还是像我这样子摆好再吃？”摆好再吃。我是非常有洁癖，会一定要这样，不然我觉得今天吃饭心情都不是很美好。他喜欢把所有的事情放得井井有条，然后我就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跟他说了一句：“你事儿真多。”他会直接说哎。需要这么一个人去改变他，所以我不会每天做饭。对。领导有什么活吗？但是他们也蛮可爱的，他们也就是顺从了。给我点活，你也干不了。给我点活。这个人一看就是很务实的人，然后能在他身上看到了那种专注一件事情。这个家有他在特别好，他能帮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有计划、有规律的安排好。但是我在恋爱中，我不太喜欢对方对我指手画脚。你喜欢这种吗，仙宁？我不喜欢，是吧？那咱俩一样。我觉得以后跟他恋爱肯定很累。我问一个问题，谢宁，哎，如果现实生活当中一个男孩这样对你来说，会有？我绝对不行。不要那么绝对嘛，这是初次见。美娜也不行。如果这样的话，我1秒下头。很累，我觉得我也是1秒下头那种。现在的女生都好清醒，因为你看他现在这样子，那你如果真在一起的话，他肯定会
控制你。就其实我是一个很大条的人，就适当的细心可以去平衡我的平时那种邋里邋遢。但是就是像这种有点控制欲过强的人，或者是对于生活一定要按照那种按部就班、井井有条的方式发展的话，它会让我觉得很拘束，我不快乐。对对对，就不能做自己了。但是你们也不要都和那个赛琳娜姐姐学，什么看到这种有人指挥我一脚飞踢就上去。我觉得他的初心是好的，他是想把这个陌生人在一起做饭这个很复杂的事情，让他变得井井有条起来。但是他的用语不对，是。如果他用了，哎，你可不可以，对，或者可能要是再多一些请你帮我，客气的或一些客套的一些对话啦，可能会好一点开始需要一些。但是有时候我也能理解，就是男生的这种指挥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以前就是碰到过的男生，他有可能在私下里边他会为你按摩呀，为你做饭啊，对你非常非常好，但是一跟他哥们儿在一起了，哎，快去倒壶茶，要面子哦，要面子，那个我 OK。就是我们其实要强调的一点，这是个恋综，不要在恋综里当领导 ，OK？ 对啦，这句话就对啦。你总结的太到位了。你就来恋爱啊，你就把你自己管好就好了，就不要领导。你要弄啥？我帮你弄。我煮米饭先。那我帮你弄米饭。好。我淘米。哦，好。你看这种就舒服了很多。我们去超市的时候，可不可以提醒我一下，买个那种压蒜器，这样的话会快一点。那我记一个那种超市清单。OK。反正你们想好了要去超市买东西就跟我讲。好，靠谱。哦，贴心贴心。哇，你这个很专业。谢谢你啊。所以你之前会自己？啊，我特别喜欢煮饭。可以可以。你觉得很好玩吗？那我这就给你多打点下手。谢谢你。我还挺喜欢小庄这种性格的人，不论是朋友还是伴侣，不会有压力。压力，对。我全到了。你先倒一下看看。哎，我很好奇，你们那天约会是特饮还是喝茶？我跟他是特饮。你俩是特饮啊？我那天好，我感觉应该差不多。差不多。所以你们以前都是自己会每天做饭的那种？你会吗？我会，但是我已经其实蛮久没做的了。但我之前是很爱做菜的。你也是因为去读书，然后自己就开始做饭。不要套话，不要套话。这个是可以说的吧？不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可能自己一个人出去住，然后就会了。这俩女孩的性格真的都挺好的，大大方方的，然后也很活泼。这些饭够吃吗？咋了？你要把手指。我插进去的感觉。所以你们煮米都是用手指去试，是不是？对，第几根关节？那你觉得水够不够吗？我有点不知道它煮出来。那就再加点呗。你这就真的就意思一下，开始做了。哇，你做的挺好。哦，谢谢你啊。你今天做什么？我做焖锅。你做焖锅啊？我超喜欢吃焖锅。那你需要这些配料吗？我先给你切好。我自己来，没事儿。真的吗？你先做你的，用我帮忙吗？可以切个瓜吗？我想吃这个。我没怎么切过哈密瓜，我还切。放一放。啊。要不在这儿洗得了。这应该是水果刀吧？我觉得这个很难，小心切到手。没事没事。我想怎么切好看啊？别这样一块一块，太丑了。没事啊，你不觉得那种水果刨冰里面都是挖成这样的，没有关系。就感觉好像更有食欲一点。
我感觉没食欲了，这样一看，挺好的呀。行。来杯茶油酱。要不我来切吧，这个是要挖出来吗？对，我先挖出来，我得好好切一下吧。我本来想做那个火腿蜜瓜的，但是哦，这是你的。没关系。那我以为水果，那你用吧。我来切好了，没事。那你。但是这个。没事，他说你把那个火腿摆好看一点就行了，一片一片的嘛。对。哇，火腿哈密瓜这么厉害。我要不先给它切开。因为现在中间还是冻住的，你一切开过，它所有的那个就流出来了呀。但是。那行吧，现在来切吧。没事，拿手。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一块都够了。往哪边切？不切了，就这样吧。啊，就这样？分成2个呗。你说就这样，你直接这样煎啊？不行吗？你这样煎的话，它这糊了，你都热量都达不到里面去。好吧，那要不然我帮你从中间切一下。他在笑他，男生笑，这女生很可爱。不是因为小鱼看起来怎样，的确都其实没有那么高冷的感觉哈。这样吧，就是这2块，差不多，然后这一块就重新对拿来冻着。那么拿一个。好。在那。然后你拿刀划一下。你。他想帮他撩头发吗？头发啊！树叶。啊？树叶？类似于这种。哎呀，受不了这种小细节。对呀，太甜了。我们2个要不把那个冷盘给搞起来吧？可以啊，可以啊，拿到那儿外面去搞。哦，可以。我想的就是把芝士弄成一片一片给我弄上去，然后把那个火腿铺在上面，或者先铺这个，然后再铺芝士，你觉得呢？我没有配过这种火腿，然后配这个耶。那你就先弄这个芝士吧，然后我把这个弄出来。要几片呢？都要。你看你，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然后我等会儿再把火腿摆上去，这样他们想吃的话，如果有的人只想吃水果，他也可以只插水果。好好好。让他想吃的话就一起弄上去。好。谢玲，这种你可以吗？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其实也是在说怎么做。美娜，你和刘些宁很荒谬哎。怎么了？你知道他俩在干嘛？这样。就是这个小庄在这块铺的时候，然后美娜悄悄问刘些，这个你行吗？你俩真的看别人搞对象，就是他会问你，就是这可不可以，那可不可以，然后他会帮你，而不是强制你去做东西。就这种东西，就这种人就是会有好感，给提供一些看似无痕的帮助和情绪价值，对，是吧？对，这2个人都是细心，但表现的方式。对，不一样，那就会女生的观感完全不同。对啊，怎么一进厨房，这小庄瞬间就加分了？我本来还没有很看好他。
就是现在哦。其实他们可能是不同频率的人。你看小杰，他一进这个小屋的时候，他反复在用声音确认有没有人，他说有人吗？有人吗？到处问，所以可能他的思维模型更多的是一个听觉型的人，所以他教条性的东西会很多，规则感会很多。那像其他的4位嘉宾，他们相对都感觉视觉一点。比如说那个米克一进到小屋的时候，他是用眼神看行李箱去确认人在不在的。所以他们的频率相对来说更一致一些。所以沐春，你现在的感觉是这5个人来说，小杰的频率和那4个人稍微有点不搭，不在一个频道里面。这个菜，这个菜得取个名字是吧？以前没见过呢。就是因为咱也不知道它好不好吃嘛。其实我想应该没问题，这玩意儿也不难吃，这玩意儿也不难吃。然后但有的东西可能搭在一块儿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那要不要先试试？我可以先试一下。我给你弄一头小的。这个男的真的不错，情绪价值拉满。尝一下，我拿手了，反正啊。反正能尝出来是2个东西。还是不错的，它可以是一道菜。对。好吧。因为主要是咱们俩已经夸下这个海口了，要做一个这个冷盘，所以说它无论好不好吃都得把它做出来。好的，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它就叫草台班子。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是吧？他们在做什么呢？没事，挺好的，挺好的。刚开始是吧，我就开始磕了是吧？要不要我帮你？那你教我咋切呗？我看你咋切，我学，然后我再切的。其实我也切的一般了。你想切厚点还是切薄一点？我觉得薄点吧。你小一点手。好。你真厉害。谢谢，这句话说的好甜呀。当当当当。哈芝蜜。哈芝蜜。我看看。哇。有点断不动了。以后大家想吃哈芝蜜，随时跟我讲啊。你要不要试试？我学一下。好像差不多，但是你别切了，后面的容易切到手。没事，别切了。老师都教我了，我再学一学，看我的学习成果。不是，那后面很容易切到手，你小心。可以吗，老师？哎呀，你刚刚站我旁边，我有点紧张，我切到手了。是切到了。真假的？真的，戳了一点点。我给你找创口贴。好像有医疗箱，我找一下啊。你们有人带创可贴吗？我刚刚戳到点手啊，不小心戳到了，没事。来，先用水冲一下。好，冲了。好，冲了过后来，慢慢来，不着急，来。好。其实口子比较小。不，你不要去碰了，你不要去碰。好，然后把它先包住一下。OK， 捏紧，然后等他把那个拿过来，好吧？你现在先不动，你现在做啥？我帮你弄。男生这个特质很好，他可以稳稳的。哦，有。上一秒还在叫我老师，下一秒就切了手。你这给我整的有点压力啊！学生在帮老师包扎。我这个学生。我们要不放到那个桌子上去弄？你那边吧，别在吃饭这里。别再吃了啊！小杰啊，小杰啊，我求求你了，帮不了你了，真的。管家了，谁都帮不了他了。你看，如果你这块呲着血，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说：“哎，别在岛台上弄啊，去那边。”你会翻白眼儿？我真的会大翻白眼，当面我就。但如果他是说担心你在这个灶台上不干净，他想带你去干净，对，那就好很多呀，对吧？其实他有时候是好心，但是我觉得他需要换一个就是语气或者是语法。对，他说话艺术不行哎。所以其实，在男生和女生在初有好感的阶段，情绪价值很重要，对不对？对。其实就像打网球一样嘛。我打给你一个球，然后你再回应给我一个球，慢慢，你们的感情就会升温。对，我是觉得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小点会让女生很加分。比如说，哎，你这头上
有什么东西。对对对，就是你在说我很喜欢听一首歌，你去他的车里边，那首歌就已经放了，类似于他听到你在说的每一句话。一些细节，我觉得小庄是真的很棒，是他可以让女生觉得，哦，我好像可以很放松、很自在。他有在注意我之外，他没有太刻意，然后他给他的对话就是很像朋友。反而我觉得小庄跟女生的相处起来会是让女生都很自在、很舒服的。会不会处成兄弟了？哎，也有可能，这也是有可能的，就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在初有好感的情况下，正向的情绪价值，它会很好的推动大家的相处啊。哎，老师，我的错。我一听叫老师，我就老紧张了。天哪！没关系，我之前在球队天天都头破血流。这个整我罪过很大。老师，我错了。快，来吧。没关系，我真的没关系，你们千万不要担心我。行，以后跟着老师好好学。老师，我错了，老师。老师，谢谢你们。你要弄啥，我帮你弄。你别碰刀了，别碰刀了。有什么需要我做吗？不够用。用我帮你切吗？不用，暂时不用。等会儿需要你，我叫你好不 ？OK。在小屋的第一火，我来。好，迎接小屋的第一个火。哦，怎么这么香？我太喜欢这个菜了，好几天没喝鸡汤了，绝了绝了！哎呦，还会颠一下，哎呦！我也很喜欢煎牛排。哎呦，这个这个眼神，这个眼神。好，这又是我们合力完成的一道菜。对啊，又得取个名了，那应该叫蒜我牛。哦，对，蒜我牛，好可爱，好有趣哦。大锅炖。哇，我看着颜值有点高呀，不错呀，美克。焖一会儿。真棒。哎呀，别给情绪价值，我都快飘起来了，我都快飞起来了。什么时候能开锅啊？等一会儿吧。你是第几次做这个菜？以前老做。跟谁？跟室友在一块儿。哦。第一顿饭你会发现大家哇哦争先恐后，后面没人爱做。2周以后不做了。好吃吗？这表情好像不够咸，还是？我也感觉变淡了。你不能吃辣。哇，这绝对真哇！承包我们整场笑点吧。辣到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我有点淡。哇！我尝一点，我尝一下。我觉得有点淡啊。我尝一下。哇，小林真的很可爱哦，虽然不怎么说话哈。治愈系男生。我觉得是有点淡啊。还行，还行，真的还可以。你要不放一勺盐？我放生抽行吗？生抽可以，放点生抽。其实把锅放前面就好了，撒点葱花。颜值得高。颜值得高。好，我们开始那个揭盖仪式。揭盖仪式了，今晚有没有饭吃就看这一刻了。好，来，3、2、1。你看他们揭盖都会跟大家同频，有这个仪式感啊，太美味了。
晚上还能做个那种香菇炖鸡面。哎呦，练了挺久的了。耶！上桌吧。干饭，干饭，干饭。我想吃宝宝做的口蘑。好。我就坐这边就行了。来吧，说吧。我提一杯。对。好，提一杯，提一杯。见第一天。对，第一天，然后很高兴认识大家，然后希望我们未来这一段时间会非常的开心快乐。好，对，然后谢谢大家。耶，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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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水都是甜的。那我们开吃喽。好，动快，不客气。你煎这个蛋好嫩啊！一定要火大。火大是吧？很好吃哎，这个。是吗？我来，我尝尝。麻麻的，我有点够不着。我站起来。这酱有点辣。炫着吃，我想多吃点蔬菜。牛肉丸也是我的最爱。你们有期待这21天的生活吗？就是没来之前。挺期待的。那必须期待啊！什么心情？兴奋。很兴奋。很兴奋。我当时一晚上没睡着，立马就来了。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难相处。我很难相处的。我也很难相处的，我很难搞的哦，我跟你讲。都是见面好相处，过几天打架。我发现你是不说话，然后一说话就一语惊人。其实我很想知道今天停车场那个白色的车是谁的，我很感谢你给我空出这么大的位置。我也想知道白色的车是谁的。我一个倒车入库超级差的人，可以直接倒进去，给我腾了这么大一块地儿。我开了白色车。你给我的位置留挺小的。这补刀补的。哥们儿，我停吧。只能给他留大点，要不然我都往这，我一边打死都跳到轮胎了，然后还能扣只能扣那一点儿。对不起，没事。我1号去考驾照是吧？考科目1。考科目1。我好想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女生。我感觉会。我感觉肯定会。那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女生呢？肯定跟咱俩不一样。我感觉应该是不同类型。这么快？来了。哎呦，这么快的吗？哎，有意思了。啊，这么快，第3个女生就来啦。Hello。不是啦，它的叮咚是这个。哦，任务卡。哦。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小屋有10个盲盒，我们要找出来啊。我刚刚看到了，我也看到一个，就在那个厨房那里。我们是谁找到谁开，还是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吧。放在一起。好，那我开始了。最喜欢的环节。给你。哦，还给他哎。给你。咱们一层一层收啊，这样最快。这是吗？对，拿着它。哎，有。我房间有一个。我房间也有一个宝宝。哎，找到一个。哎，我这有哎。那够了。那走吧。这个盲盒里面，我猜就是那种问题啊，或者是给你的一些指示，是吗？哎，是不是每个人拆开了，然后就要自己回答那个问题啊？好玩。太好玩了。有没有什么顺序？没有顺序吧？
哎，不对，它这个上面有字。小杰是不是又把它排起来？喜欢你，然后爱心中间是小杰排起来。是这样吧？应该吧？应该是的。智力担当。你要不要做？没事没事，我坐这儿。我们一个人得开2个吧？对啊，10个嘛，一人2个啦。那我就拿这2个呗。拿欢喜吧。行，来。哇哦！天哪，救命啊！这么犀利的问题吗？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呀，我觉得我这个不是这个东西，我的东西是相当于必须得。因为就是2名异性嘛，那肯定就是括号里面是游戏规则。那你们必须得回答啊。那这样，那我们要不顺时针？对对对。那我这个先说，恋爱后会不会和异性好友断联？然后选择2名异性。那就你俩了。那就是咱俩。会不会选择断联？看情况。如果说就是分手很难看的话，会断联。选恋爱后问恋爱，他不是问你分手过？这个房子里面不能说分这个字啊，这个字。恋爱后会跟异性断联吗？应该会吧，因为我没有异性好友。现在我们不是吗？我的意思是什么男闺蜜这种我没有的，很有边界感。我还蛮多异性的朋友的。对我看情况，如果我的对象他非常非常介意，我是想跟他解释，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不接受，我可以选择少交往，就是找一个我们2个都接受的方式。对，所以我的答案是不断联。可以，我很满意这回答。我啦，你觉得恋爱中存在善意的谎言吗？你经历过什么样的善意谎言？你们2个吧。哪2个？你们2个。善意的谎言，那首先这个谎言真的得是善意的。那你怎么样去定义它是善意的？我不知道算不算啊，就是，比如说你觉得你家里面会接受我吗？或者是你觉得你家里面你父母觉得我怎么样？或者这种时候，如果你的父母真的是觉得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缺点的话，但可能这个时候你真的就得用善意的谎言，就告诉他，其实他们觉得还 OK， 只是说可能，就是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面，我理解一下，是你觉得照顾对方感受是算善意的谎言？对，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像这种父母跟你讲的话，你肯定不能讲实话呀，因为很多其实会影响你们之间的一些，对。善意的谎言对我来说就是，只要我自己能接受的，就叫善意的谎言，就没了。你能接受就是我能接受的，对。只要任何相信大家在谈恋爱一定有很多那种吵架什么的，但只要你选择接受了，那绝对就是善意的谎言。对，这对我是对善意的谎言是这么定义的。啊，我这个太犀利了，我不想问。我们把都得问的。请根据对目前异性的好感度排名给异性发糖，请选择现场的1名异性来回答这个问题。Oh my god！ 哦，哇，这么快吗？这么快吗？太得罪人了。我去把那个关一下。你们先把人选着呗。为什么他走了？啊，我关门，我怕你们冷着了。那门有点重，要不要我帮你一下？啊，不用，我自己也可以的。你们先把人选上吧，不拖进度了，不拖进度了。我有点逃离现场，那就你了。那门慢慢关，我看你能关多久啊？哎呦喂，你还怎么这样玩呢？我不是在关门吗？你可以关1个小时，我们再慢慢来啊。哎，你看关得好快，门到底重不重？你关了1个小时了。不重哈，不重。就你了，快发糖。是两个都要发吗？这样吧，你好感度更高的你给2颗，好感度少的给1颗，好吧？然后你悄悄放我们俩手上。哎，你们猜他会给谁2颗？肯定是给小鱼吧。真的因为是今天第一，对。都可以。好的，对，小鱼2颗。啊，到我了，到你了。不能接受和什么样的人谈恋爱？
那就你们两个吧，小庄跟那个米克。我不想跟，可能控制欲太强吧，因为我还是觉得恋爱中可能需要一些自己的一些空间，要自由一点。对对对，我有点不能接受，就是，就是和那种前男友那种有联系，藕断丝连。对对，你这有故事。对对，以后慢慢了解。好。然后我的这个是。现在有好感的那个人是你初见面的人吗？选择现场的一名异性回答问题。啊？现场有好感的人是你初见面的人吗？我初见面了2位。你不用说这个，你只用说你现在有好感的人是不是你初见面的人？咋办？要得罪人了。我觉得小景应该是也蛮喜欢小庄的。不是，哦，不是，他见了谁啊？见了小杰跟米克。初见面就是小杰，那个算第2个见面的。所以他喜欢小庄嘛？他喜欢小庄了吗？不是。他会不高兴？哎呀，有点失落。他说的是没有。当时我确实心里咯哒一声，因为他毕竟是我初见面选择的人嘛，他没选择我，然后可能这也是我这个人太爱面子了。那篮球姐姐其实是跟米克好像也见过面，那她其实就是把我跟米克就是 pass 掉了嘛，那就是另外一位就小庄嘛。小林好无辜的样子，要哭了的感觉。我不确定他们怎么样理解这个初见面，因为2个人我都见过。我初见面的人是小杰，我当时的回答是不是？然后我特别怕林宗义误会。这样子呀？哦，所以现在是误会的开始。黄奕姐说的对的。我说的对。他觉得初次是小杰，那个算第2个见的，所以他更在意米克一点。但是米克现在误会了，他大概那句话没有听清楚。就是我们谁都知道，这个球给的越直，误会就越少。但是都没误会了，我们恋综观察什么呢？对，没有悬念也不行。来，看他这个。不是。你看看。都快哭了，这孩子。因为我当时好像观察到他有点不高兴，我不想让他就是感觉好像我现在对你没有好感，但是我又不想说太多。我其实不太确定他有没有理解到我的意思。说呀，说呀，说，就是不说，不能说。把这话说完之后，小杰也是要脸的人啊，他也在想，我如果说了之后，小杰是不是就一下被逼入绝境嘛？你能接受暧昧对象查岗吗？选择现场2名异性回答。如果有一直在沟通的人的话，其实我是会愿意跟他分享我的生活的。就是说，我觉得这应该叫做报备，但是我不能接受他查岗。其实我觉得接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对方查岗了，证明他可能内心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可能是你们俩的关系可能出现了一定问题，我想把这件事情聊清楚，所以我是可以接受的。女生真的都蛮成熟的，都好大度啊。该我了，这个问题，告诉对方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密或心里话。没明白啥意思？就是你自己的秘密和心里话要告诉一个人。你是要选择他们俩其中的一个人，然后告诉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你的秘密和你的心里话。我的？对啊，这怎么还惩罚我？是应该女生告诉男孩。对。那你去找一个吧。对。秘密和心里话，想一想啊。你得先选人吗？对，你得先选一个人，然后你们俩悄悄的说。猜他会想谁？这太难了，还是选小景吧。
那我选他吧，选他吧，我选他吧，选他吧。好好好。啊，就这么一个误会。是你们去拿奖还是？没有在这讲，还是秘密，它是秘密。你们说吧，你们说吧。笑得很勉强，有点强颜欢笑。不然去，对呀。好，走。秘密，我也不知道。那回来再告诉我们那是什么秘密。没了。哎呀，有点赌气哈。就是我的秘密是我每一段恋爱都很长时间，很多年打底的，所以这是我的秘密。因为每一次谈恋爱，你需要注入的精力，我是比较全力以赴的，我不想浪费我这些精力，所以说我想谈恋爱是以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考虑的。这个秘密还是秘密。对啊，还算是秘密。太深奥了。太深奥了。太深奥了。结束了吧？结束了吗？不知道哎。哎，要不我们再玩一下，我们把它洗转了，然后分一下，要重来。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还有你想把你的问题再问一次的这种？其实也可以看有没有人想答别的人。直接你选一个呗，你直接想问谁就是。行。我怕他误会，因为我说初见面的不是我喜欢的人，我想要跟他出去，跟他解释这件事情。哇，太好了！不，你可以直接选，我们直接石头剪刀布，然后赢的那个人随便选一个问题，然后问任意一个人。来吧。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有。你俩选。咱俩赢。剪刀石头。剪刀石头。要不咱俩都选。没事，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呀，哇，我今天的运气好好哦。那就从你那儿开始吧，每个人，然后就是再每个人抽一个问题问。啊，他是要选那个吗？那就把原来的那问题问一下。我想要那个秘密。秘密那个拿掉吧。为什么？因为你得出去啊。我想出去啊。他想跟别人出去。打直球了。那你不能阻止啊。行。小景根本就不是想把这游戏重来一次，就是奔着目的去的，就是要解释。他就是想拿到秘密的纸条，然后他就是想要跟小林说，但是他不能当面来，换了一种方法，不伤害那个小姐，小景很棒。嗯，我真的很好奇你们俩刚刚说的那个秘密是什么。那你还能选择我们说的秘密跟你说一下？把我的秘密告诉别人。我给他。哎呀，先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我真的太想知道你们的秘密是什么了。哦，他要告诉我一个他的秘密，还是我告诉他我的秘密？都可以，你们俩自己商量。你是赢者，你决定。那我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行。你看他有笑，他是不是笑了？好勇敢啊！完了，他现在好像是情报部长了，他掌握了太多，你掌握太多秘密了你。秘密小天使。你这晚上咱们回去得回去唠内部讨论会啊。我可能就一句话。行，你有什么？这有啥秘密呢？你有什么秘密吗？不是你跟我说。我跟你说一个。啊。你不是要跟我说吗？哎呀，想一下。一句话。Let's go， 小鱼跟你，可以啊。领导。出发。哇，他俩在后面约会呢，怎么办？请男生们即刻前往菜市场，有人要见你。是2位，2个女生啊。他真的被偷了，太精彩了。
每周3、周4、12点，会员抢先加入4亿追爱之旅；每周4、20点，会员专享4亿喜欢你，发现更多恋爱秘籍。上微博参与喜欢你我也是话题讨论，分享你的恋爱观点。上微博参与喜欢你我也是5观后感征集活动，你的博文有机会被翻牌哦。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抢先看。大屏追喜欢你我也是5，就用电视果6爱奇艺高清电视盒子。来爱奇艺创作中心参与喜欢你我也是第5季2创活动，赢丰厚奖金，小屋含糖量超标。来爱奇艺一起聊，课堂不停，心动不止。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喜欢你我也是5，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生活更好，上百度 APP 发现频道，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上百度文库用智能漫画和智能画本绘出你的专属爱情故事。上搜打开奇遇铃，铃铛一响，奇遇登场。只想静静地